大家上午好，今天是12月10号，欢迎大家回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Podcast、微信公众号还有微信视频号来。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在纽约发生的两起杀人的案件。这两起案件都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比较大的轰动。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案件的过程，其中一个案件已经判决了，判决的结果，等等这些。那么在我们讲到今天的正题之前，我们前面曾经做过视频讲到过。芝加哥市长江森为了弥补市政府预算的缺口，提出要涨地税，一共要涨3亿美元的地税啊。那么这个提案一开始被市议会就否决了后来他又提出来不涨3亿，要涨1亿5千万这个好像后来也被市议会否决了。那么现在芝加哥市长的江森提出来，好吧，那我们不涨1亿5千万，我们涨6800万，可不可以？这个好像是在菜市场里面买白菜一样的。这个3亿可不可以？不行。1亿5千万可不可以？不行。那你能不能给我6800万？我估计最后也会被否决。就是他在提这个这个预算的时候，就是想方来弥补这个预算的缺口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 idea，只有一个 idea，就是要涨税，完全不提怎么样能够节省花费，让市政府浪费，芝加哥政府浪费太多的钱，但是他在这个预算里面完全不提怎么样能够节省花费，这样能够弥补预算的亏缺。比如说，江森的老婆在市议会在他的办公室装修就花了8万美元。八万美元，我们大家在唐人街附近做过装修的人，8万美元你可以把整整一层楼掏空了，重新装修一遍，大概也就是这个价钱。他只是仅仅装修了一个办公室，他就花了8万美元，在为难民整个这些非法移民的支出已经超过了3亿美元所以他在各个方面浪费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预算的亏空了。如果能想办法节省这些没有必要的花费，是可以弥补这些预算的亏空，但是他完全不提这些事情美国政府在花纳税人的钱的时候是绝对不会手软，能花多少就花多少，能给自己的这个亲戚朋友多赚点钱，就让自己的亲戚朋友多赚钱。所以我们继续关注 Johnson 的这个预算的提案我估计他最后提出来6800万，这个也会被否决掉除非他能够想出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在其他地方能够再多收点税我我觉得现在除了这个空气不收税以外，其他你干什么都要收税除了你交的收入税以外，你去买东西去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去开车去充电这些都要收额外的税所以美国也是一个万税国家。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在纽约发生的两起案件第一起案件就是啊、这个被告人叫 Daniel Penny 他是一个退伍兵这是以前的一个如果我没记错的，他应该还是陆战队的一个退伍兵。那么这个案件发生的过程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有一个黑人，这个黑人精神上有点问题，那么他在纽约的地铁上面去威胁别人，要伤害到其他乘客，要威胁到其他乘客。那么这个 Penny 他作为一个退伍兵，他就站出来了，然后把这个黑人制服了。那么他在制服他的时候，使用的是一种警察以前经常使用的一种制服人的手段，我们通常称为 choke hold，就从他这个人的身后把他的脖子把他勒住然后可以制止他进一步做出伤害其他人的行为。那么这个被制服的这个黑人呢，他本身当然身体状况并不好，他像这样的人，他的身体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因为吸毒酗酒没有很好的照顾身。那么在这个制服的过程当中这个黑人就失去知觉，然后在医院里面就去世了死掉了。那么这个本身这个案件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应该可以被起诉的这个 Daniel Penny 他有没有理由站出来去制服这个人，去保护其他乘客的安全？这个当然是有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人因为被制服，然后身体本身有自己的问题，比如说因为吸毒等等其他的健康问题，最后不幸去世了。那么 Daniel Penny 有没有一个责任严格来讲是没有的。那么，但是在纽约我知道纽约是个深蓝州，虽然纽约在这次投票中很多人投了创普票，但是它本身也是个深蓝州，尤其它的警方检察官
这种执法人员，他更偏向左侧，更左倾一点。那么这个本身这个案件里面还充满了种族因素在里面。这个 Daniel Penny 是个白人被他制服最后去世的这个人是个黑人。有很多人在评论这个事件的时候就说，这个事件就是检察官决定起诉 Daniel Penny，这个起诉的理由很多是有很多种族的因素在里面。就是如果我们换一下，如果这个 Daniel Penny 是个黑人如果被制服的这个人是个白人，就是这个白人在纽约地铁上去威胁别人试图侵犯别人，然后一个黑人的特务兵站出来把这个白人制服了，最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人本身身体的健康有问题，然后这个白人不幸去世了。那么纽约的检察官会不会发起针对这个站出来见义勇为的这个人的诉讼呢？很多人的结论是纽约的检察官是不会的如果这两个人的肤色互换一下，那么这个本身这个诉讼，纽约的检察官是不会选择发起这个诉讼的。但是因为动手去制服别人的人是个白人，然后最后去世的这个人是个黑人，所以这个是纽约检察官发起这个诉讼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我认为这里面也充满了种族的因素，因为从整个案件的过程来说，这个 Daniel Penny 是不应该被起诉的他的行为是首先是为了制止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犯罪行为，那么在制止这个犯罪行为当中，并没有使用非常过分的武力手段。这个被制服的人最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本身的身体上的原因，最后不幸去世。所以他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犯罪的企图，所以没有什么理由去起诉他。在我们很多人问到一个问题那么在我们先讲这个案件的过程，然后我们再讲一下很多人提出的一些问题那么在后来这个案件进入到庭审程序之后这个 Daniel Penny 被起诉了两项罪名，一项是故意杀人，另外一项是过失杀人。那么在一般检察官在起诉的时候会起诉一个比较严重的罪名，同时会附带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的罪名。比如说，在这个案件里，他起诉的罪名故意杀人在英文里叫 manslaughter， 这个罪名就比过失杀人叫 negligent homicide 这个罪名要更严重一点。美国各个州对杀人罪名的分类是有区别的它并不是说在每个州它的，比如说一级谋杀是什么，二级谋杀是什么，对定义的非常清楚，但是大同小异所以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各个杀人罪名它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比如说当一个人被起诉一级谋杀的时候，这个有两个因素必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他有一个杀人的企图，另外是一个他真正实施的杀人行为，一个是他的犯罪的企图，一个是他的行为。那么针对一级谋杀来说，他不光要有故意杀人的企图，他还有预谋，就是这个人杀人的行为是一个预谋，他有计划的实施了一个杀人的行为。这是通常情况下我们讲到一级谋杀。那么在讲到二级谋杀的时候，就是说他有杀人的行为，他有杀人的意图，就是他是真正他是想杀人的那么而且他真正实施了这个杀人行为，但是他没有预谋他没有一个或者没有证据证明他预谋了杀人比如说在后面我们给大家要讲到这个纽约刺杀这个 CEO 的这个案件，那么他的罪名就符合了一级谋杀的要求，就是他是有预谋的，他提前埋伏在那里，然后把这个United Healthcare 这个 CEO 把他刺杀了，这个是有预谋的谋杀。那么二级谋杀是有故意杀人的企图，但是是没有预谋的，就是一个人比如说抢劫在抢劫的过程当中突然决定我要把这个人杀死，然后把这个被抢劫的人把他杀死，那么这个就属于二级谋杀，它属于有杀人企图，但是他没有一个预谋。那么当我们讲到 manslaughter 的时候，那么他要求的要素首先当然要证明这个人实施了一个杀人的行为，但是他也是故意杀人，就是他有故意杀人的这个这个这个思维在里面，他的行为是故意的，但是他杀人的行为引起的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刺激我们有的时候叫做激情杀人，就是他本身杀人的行为是故意的，他是故意要杀这个人而且也证明他的确是杀了这个人，
但是他为什么他引起他杀人的原因是他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比如说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吵急眼了然后一个人动手去把另外他说一个人决定要杀另外人，他把他杀死了，所以这个我们通常称为激情杀人。这个就是很多地方在分别这个一级谋杀、二级谋杀，还有 manslaughter 的时候，它的区别就是一级谋杀是故意杀人，但是有预谋；二级谋杀呢是故意杀人，但是是没有预谋。那么 manslaughter 也是故意杀人，但是是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影响，比如受到很强烈的刺激比如说去跟别人吵架吵急眼了。那么还有这个人被起诉另外一项罪名叫做 negligent homicide，这个就属于我们说的过失杀人，就是他是没有一个故意杀人的企图的，因为什么样的过错造成的人员的伤亡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因为自己的疏忽，嗯，出了车祸撞到人了，结果造成的人员伤亡，那么这个就属于叫做过失杀人，就他们有个故意杀人的企图，但是因为自己的某项过失造成的人员伤亡，有很多时候甚至把这个车祸里杀人这项罪名单独分出来，叫做 vehicular homicide，就是因为车祸过程当中故意造成的人员伤亡，所以这个是有杀人的行为造成的人员伤亡，但是他没有一个杀人的故意杀人的一个企图。所以在这个大概是这项杀人罪名的区别。所以纽约的检察官在起诉这个 Daniel Penny 的时候，起诉他两项罪名，一个是 manslaughter，就是故意杀人是属于在当时是受到了外界的因素的影响，当然是属于是故意杀人。第二项罪名是 negligent homicide，就是过失杀人，就是在某些情况下自己的过失造成了别人的死亡。那么在这个庭审的过程当中，在陪审团在试图达成这个判决的时候，在这个故意杀人这个罪名上面就做不出决定。那么美国的陪审团是，如果所有的陪审团12名陪审团成员做出了一致，就是要定罪，必须12个陪审团做出一致的决定。那么，如果12个陪审团里有一两个人说我不同意这个故意杀人的罪名，这个就如果陪审团做不出来一致的决定，那么这个就通常叫做 hung jury。hung jury 最后这个案件就会留审，英文的叫做 mistrial 那么如果有 mistrial 的话，检察官是可以重新再提起诉讼的。如果是个案件被认定无罪，那么检察官是没有权利再发起针对这个人诉讼。但是如果这个案件最后的判决是 hung jury，就是 mistrial，那么检察官是有权利再发起另外一项诉讼的。那么在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情况下，这个检察官主动要求撤销第一项故意杀人的起诉，要求陪审团去决定这个人是不是过失杀人。那么我看有人在网上发帖说，在检察官做出这个做出要求撤销第一项起诉的时候，法官当然是同意了。那么我看有很多人在网上发帖说什么正义得到了伸张，这个检察官主动撤诉等等，这些都是看了这些你就觉得这些发帖的人或者说是这种小报记者明显缺乏对法律上的理解啊。检察官你要记住，这是检察官要求撤销第一项诉讼，检察官是不应该发起这项诉讼，所以他撤销这个第一项诉讼，并不是说他良心发现。他现在决定他做这件事并不是一个正义的事情，他现在良心发现，他说我啊、能够减轻一下这个 Daniel Penny 的罪名，这个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所以网上发帖这种呃表达的这种意愿本身就是完全是相反的，是错误的。他做这件事的目的是，很多检察官会采取这种策略，就是当他认为他的第一项罪名没有办法可以从陪审团那里拿到一个确定的判决的时候，他会转而要求陪审团去决定他起诉的更低的那项罪名，就是他最后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我怎么也要给这个人定罪。如果现在我觉得第一项罪名能够定罪的可能现在很小了，因为陪审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决定，那么我现在就主动要求你们不去看这个第一项罪名，我现在告诉你，你现在去看这个更轻的罪名。他认为陪审团在看这个更轻的罪名的时候，有可能是能够达成一致的决定的。那么这个时候，检察官定这个人罪的这个目的就达到了所以这个是检察官通常采用的一种给一个人定罪的策略，并不是像网上有些人发帖说这个检察官良心发现了，准备
匡扶正义了，所以把第一项这个罪名给撤销了。而且很多人发觉说，网上这个撤销的是过失杀人，其实这个是完全是对。被检察官主动要求的是故意杀人的罪名，而不是过失杀人。检察官要求陪审团继续审理过失杀人的罪名。但是最后昨天的时候，陪审团还是做出了一致的判决，过失杀人这个罪名也不成立。所以最后匡扶正义的人不是检察官，是陪审团的成员，而且陪审团成员里面有好几位是黑人。就是这个黑人市民在看过这个案件的过程，听完了这个案件庭审的这个证据之后，仍然认为 Daniel Penis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过错的。那么这个判决我认为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做出相反的判决，任何一个人在地铁上挺身而出去救助其他人的时候，都会被检察官起诉，然后最后被定罪。那么我觉得在纽约的地铁上就不会再有任何其他人去试图帮助别人了。因为你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如果不小心造成了另外一个人的伤害，不管是受伤还是把性命丢掉，你都会被纽约检察官起诉，然后被纽约的陪审团定罪。我觉得就不会再有任何人会有这种去帮助别人的任何这种想法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案件的最终结果。我觉得这个案件的最终结果符合了法律的要求，符合了社会对民众行为的要求，它是一个应该做出的判决。同时，这个案件里面，纽约的检察官又起了一个反面的角色，他的这个案件里面是完全不应该提起这种诉讼了。他提起诉讼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受到了 BLM 的压力，我们说的黑命贵的压力，受到 BLM 这种组织的压力，完全基于种族因素来发起这种诉讼。那么，像这种诉讼基于种族因素发起诉讼，越来越多诉讼这个陪审团成员能够看出来这个诉讼的目的。那么，如果这个陪审团的成员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合理，他就会做出无罪的判决。所以这个案件最后的判决就是无罪的判决。另外我这里插一句纽约的地铁实在是状况太差了。我今年曾经有机会到纽约去了一次，找了个机会坐了一次地铁。我进到这个地铁，我就感慨，纽约的地铁现在这种状况还不如中国这些大城市，北京、上海，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地铁的状况，都比纽约现在这个地铁的状况要好。里面真的是又破又烂，又脏又臭。美国政府，美国这种基建的，实在是比中国这个基建差得太远太远纽约这个地铁完全我认为是没法做的一个东西，上面不光有流浪汉，各种屎尿的味道，各种安全的问题，时不时会有人被从地铁站台给他推下去，然后被地铁开过来撞死的这种案件。我觉得这个在中国都是很难想象的这些事情但是在纽约都是真实发生的所以大家如果去纽约的话，能不坐地铁还是不要去坐地铁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一个精神病有病的人给你从站台上给你推下去那么第二个案件你需要给大家讲的，简单讲的就是在纽约发生的这个美国United Healthcare 这个 CEO 被刺杀的这个案件新闻里报道，昨天这个实施刺杀行为的人已经被抓住了不知道这个人是故意想被抓住呢，还是说他被别人认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作为一个在一开始网上有人传说这个是一个职业杀手，但是你从他的各种各样的行为上面来看，这个杀手的水平实在是比较次了一点。第一个是在开枪杀人的时候，这个枪卡壳了，而且卡了不止一两次。第二个是在整个这个实施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案件发生之前还是案件发生之后，穿的衣服都是一模一样的，都不想着去换一件衣服，光从衣服上就能够把他认出来第三个是在很多地方都蒙着脸，据他在住的那个旅店的地方的人说，他连吃饭都蒙着脸，可是到这个星巴克里面去喝咖啡，为了和这个星巴克的这个女店员调情，把自己的面罩拽下来，结果被拍了一张照片拍下来，把这个脸整个拍下来。然后在被抓住的时候，去麦当劳吃饭被抓住的时候，身上所谓的假证件身上写的所谓的宣言包括他的武器都通通都带在身上。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故意杀人的人，在杀完人以后，是不是应该首先想到把自己的杀人武器想办法把它给扔了，或者把它埋到哪里，不要被人当场抓获，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抓在身上，连你在纽约住店使用的假证件
都保留在身上，杀人的武器都全都保留在身上，结果被警方人赃俱获全部一股脑的都翻出来了。这种对辩护律师来说就是像噩梦一样，这种怎么去辩护？就比如说小方说警察的搜查是不合宪法的，或者说这个人他精神有问题等等的，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律师的角度来讲，怎么样能替这个人辩护，几乎没有什么理由能够替他辩护。那么这个案件，那么这个人的行为，按照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呃，凶案的这个分类就属于一级谋杀，他是有预谋的，他提前计划好的，他埋伏在那儿，然后故意把这个人打死。那么他如果将来被起诉里面，当然就是一级谋杀的罪名。那么我在这里面需要提的就是这个案件，当然后面会继续处理，我可以到时候给大家关注一下。那么我需要提的就是在网上出现一种很奇怪的言论，有的人称这个人为英雄，就是这个人把一个奸商给打死了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是他家里人被保险公司拒保了，还是出于什么其他自己本身这个 ideology 这种信念原因，他有很多人说这个是个英雄，把一个奸商给打死了，然后还有人甚至在网上把另外一些这个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公司 CEO 的名字贴出来，他的意思是说，你杀了这个人，嘿，这边还有几个，你这边这几个也是该死的所以这种行为是一个。我觉得这个 mentality，我们经常讲到这个人的心理是有病的，我们叫 sick mentality 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没有任何人应该去替一个故意杀人的人去欢呼，不管这个人是出于什么目的。为什么我们有法庭、有法治、有警察机关、有检察机关？就是社会上的纠纷，社会上的纠纷，不管是经济纠纷呢，还是家庭纠纷呢，还是什么其他纠纷，大家都应该到法庭上解决，而不应该把法律放在自己手里面，自己来决定这个人是该死不该死。如果大家都这样决定的话，那这个社会就变成一个非常动荡的社会了没有一个不再是一个法治社会。如果你对一个保险公司有意见，觉得他做出的意见不对，对你造成伤害，你可以去法庭去控告他。如果你觉得这个保险公司它的所有的行为、它的措施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可以去换到别的地方去换到别的保险公司。美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讲的是竞争，竞争在于这个 consumer，就是消费者，通过自己意愿来选择不同的提供服务的这些公司，那么通过这种来提高竞争，能够给 consumer 提供更好的服务。如果每一个 consumer 在对这个提供服务的公司不满的时候，都可以都社会上都建议他们去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社会还有没有法治了？当然是没有了。你开饭馆的时候，这个吃饭的人永远觉得你做的不好，他吃的不好，或者对你服务有问题，他是不是能够拿出武器来把你打一顿，甚至把你打死？当然是不可以的，对吧？在这种纠纷里面，法院走法庭程序去解决纠纷的，而不是说自己操起武器去把对方打死。另外一个，任何一个向保险公司要钱，然后这个保险公司被拒的人，他心里都会产生一定的怨恨，他心里都会有意见。没有一个人会高高兴兴的说保险公司拒保了，我很高兴的接受了，不管这个人。他被拒保的理由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他心里都有怨恨。我自己拿到保险公司的账单的时候，我有时候都会想，有保险还要付这么多钱，我心里都不太满意。但是我会不会拿起枪去找个保险公司的 CEO 把他给干掉？当然不会所以任何人都会对保险公司有不满，但是你的不满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的问题，有可能是保险公司。美国有没有奸商？当然有。美国有没有只为了赚钱而不考虑任何其他问题的这个资本家？当然有了美国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它社会的运转就是靠这个。但是民众有没有权利自己操起武器去解决心里的怨恨、自己的纠纷？当然是不可以。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就是网上会有在美国这个国家一个法治国家，在网上会有这种言论说这个人是该杀的这个杀人这个人是一个英雄，为民众除害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说法。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大家我在这里为什么给大家讲很多案件？我希望在华裔民众社区里能够建立这种法律意识，而不要有这种非常奇怪的完全违背了美国这个法治社会的本身的意图的这种想法。好，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